很多人不知道，《西游记》是明朝第一禁书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本书上百年不能见天日？它究竟掩盖了什么秘密？《西游记》开篇写道：欲知造化会元功，须看西游是恶传。意思是要想知道人生的真谛，那就必须看《西游记》。可惜几百年以来，能看懂《西游记》的人实在寥寥无几。一旦你读懂了《西游记》，你就看懂了人生的意义。《西游记》中，孙悟空、唐僧、猪八戒、沙和尚、白龙马这师徒5人只是一个人。孙悟空是人的心，唐僧是人的佛性，猪八戒是人的情欲，沙和尚是人的双手，白龙马是人的意志力。先看心，《楞严经》说心有72相，悟空也就有72变。人的心非常善变，瞬间72变。《金刚经》里说：云何降伏其心？师徒5人在西天路上打妖怪，其实指的就是一个人在人生路上除心魔的过程。孙悟空本领那么大，也逃不出如来佛的压五行山。五行山象征着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，即便是上天入地的孙悟空，也会被这5毒所困。这就是我们的心。练心能使人的心眼明亮，所以八卦炉练就了孙悟空的火眼金睛。悟空的眼睛亮了，象征着心打开了。这就是阳明心学讲的致良知，是儒家讲的止于至善，也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。道德经里说：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驰骋甜猎使人心发狂。我们的6根一直在欺骗我们的大脑。孙悟空后来打死了6个强盗，这6个强盗的名字分别是：眼看喜，耳听怒，鼻嗅爱，舌尝思，身本优，意见欲。这就是在用心清除自己的6根，代表6根清净。孙悟空一个筋斗就108000里，正好是到西天的距离。意思就是西天再远，一个念头也就到了。如果你能转念，就不再需要经历9981难和108000里。如果你的执念放不下，那就等着社会的千刀万剐吧。观音菩萨曾化身乌巢禅师，传授唐僧一部《心经》，里面有句话：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并对他说：佛在灵山莫远求，灵山只在汝心头。可惜唐僧抵达灵山，才明白其中的内涵。猪八戒代表我们的欲望，贪财好色，好吃懒做，面对危险就想回高老庄，这都是人本能的反应，心理学称之为本我，掌管我们的情绪和欲望。沙僧代表我们的双手，任劳任怨地帮我们干活，我们的双手很矛盾，有时要听身体的，有时要听内心的，有时还要听大脑的。很多人双手勤劳，但是大脑和心是懒惰的，他们经常用双手的勤奋掩盖大脑的懒惰，或者用大脑的灵活掩盖心的麻木。唐僧代表我们的佛性，众生皆有佛性，人人都有佛心。这颗佛心不同于孙悟空的虚妄之心，它是那个真我，是先天之心，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不改善良，不改慈悲。所以唐僧无论遇到任何事情，看到的都是美好，永远相信他人原本善良，坚信人人皆具佛性。他身上那种永远相信美好，永不放弃的精神，就是佛性最光辉的一面。为什么取经路上唐僧差点留在女儿国？因为人生最难过的是情关，女儿国是最难过的一关，比降妖伏魔还难。因为人本身就是因欲念而生的，没有贪念和欲望，就不会来到娑婆世界。7个蜘蛛精代表人的7情6欲，就像蜘蛛结的网一样把人困住。白骨精的3个形象分别代表了一个人的情、爱、欲。孙悟空将他们全部打死，意味着只有心能降服欲。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部《西游记》，就是一个排除万难、明心见性的过程。到了西天之后，佛祖之所以给唐僧无字经，是因为无字经才是真经。这一路走来的经历远远胜过经文本身，取经的过程比取经的结果更重要。这一路的经历让人升华，这就是西天取经的真正意义。至于那些经书都是相，一旦到了西天还在执着于那些经书，说明还是没有开悟，因为又着香了。
一个人若能历尽世间万难，依然保持热忱之心，即使未到西天，也早已成佛。说到底，于万千世始终知道路在何方，在七情六欲中收束心猿意马，这就是我们一世的修行。那为什么选择孙悟空来扛西天取经的大梁呢？孙悟空是什么背景？他可是菩提老祖的徒弟。菩提老祖是谁？他是和如来佛祖私交最好的大神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他与佛祖的对话便是《金刚经》，如来都要敬他3分，这一点足以见其地位和修行。可以说是江湖不见其人，却总有他的传说。如来佛祖当然明白，这么大的事必须自己人主导才放心，必须从天庭里选一个天二代去担任。孙悟空就是这么被选中的。而菩提老祖为了避险，一直对孙悟空说，你以后逢人就说自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而且当孙悟空独立之后，再也不让他对外宣称是自己的徒弟。孙悟空就这样横空出世了。所以孙悟空的背景决定了他是天不怕地不怕，最后甚至大闹了天宫。古往今来，凡是在人间做出了不起成就的人，基本上都是天生派来的。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会回去。《红楼梦》《金瓶梅》《西游记》《封神演义》这些名著讲的全是这些人的故事。比如《金瓶梅》一开始描写的就是吕洞宾修仙的故事。吕洞宾之所以能够成仙，是因为他克制了自己的欲望，过了名利关，所以才能成为神仙，过着最逍遥自在的生活。而像普通人为什么成不了神仙，就是因为欲望太重，业障太深，积德行善又不够，所以只能一次次地在人间轮回。纵然有名有利，但是依然摆脱不了痛苦。最典型的就是西门庆，金银财宝名声地位应有尽有，而且一生风流，但是最后的下场依然很惨，躺在床上像牲口一样叫唤了3天3夜，然后死去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其实凡人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，向这个世界证明自己存在过。绝大多数人证明自己存在都有这2个方式，第一个就是你拥有过多少世上最奢华的东西。在这层境界里，物质是最核心的指标，因为财富是寻找存在感最简单有效的方式。毕竟金钱是世上最直接的价值尺度，有钱可以让人刮目相看，让人敬畏3分，让现实变得温柔。而更高级的境界是你爱过多少人，并被多少人爱过。在这层境界里，人替换了物质成为核心。爱过多少人，证明你心中有多少爱；被多少人爱过，证明你有多可爱。这里的爱是大爱，不是狭义的小爱。大爱是你因为爱上了一个人而爱上了全世界，小爱是你因为爱上了一个人而活在了2人世界里。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求人不如求己，只有自己才能救赎自己。我们要做的不是期待遇到一个好人、好工作，尝试给自己幸福，而是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有幸福力的人。幸福不是靠缘分，而是一种能力，是一种习惯，是一种状态。内心幸福的人，无论到哪里，无论和谁在一起，都幸福；内心不幸福的人，无论到哪里，无论和谁在一起，都不幸福。幸福只跟自己有关，跟外界外人无关。请记住，世界上最重要的能力叫幸福力。在人间，90%的成年人都只是身体上长大的婴儿，他们心里都是不成熟的，都在愚昧之巅。他们总有一天会因为自己的愚昧而遭遇现实的打击，一下子摔倒绝望之谷。然后只有极少数人能痛定思痛，跌落低谷触底反弹，从此开始脚踏实地的前行，通过日积月累的刻苦修行，终于抵达觉醒的状态，成为一个成熟的人。此时的他们俯瞰众生，
淡定而从容，终于看到了世界和人生的真相。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予。通俗一点说，就是别人不要的东西你拿来，别人想要的东西你就给予。众生之所求，正是你所舍。看起来是一种施舍和慈善，是无我，却也是世界上最高境界的投资，是大我。在人间满足这15个条件，人生就可以开挂。1. 能耐得住寂寞。2. 目标清晰，脚踏实地。3. 懂得与人合作共赢。4. 低调做人，高调做事。5. 懂得利用自己的优势。6. 独立思考，拒绝人云亦云。7. 不内耗，不抱怨，不执着。8. 先处理情绪再处理问题。9. 执行力强，先完成再完美。10. 不和别人比，专注提升自己。11. 时刻提升自己，健身阅读。12. 不在意别人的眼光，内心强大。13. 保持健康，规律饮食，早睡早起。14. 拒绝放纵，要谦逊，坚持长期主义。15. 虚心学习，遇到优秀的人不吝啬。在凡间，有很多人以为那些修行人士，比如出家人，体验不了人间的很多快感了。其实这是大错特错了，他们随时随地可以让自己放空，体验那种极致美妙的感觉，而且不是短暂的，可以延时很久。可惜世间的绝大多数人，也就是我们这些俗人，只能通过3种方式才能让自己大脑放空，从而获得身体上短暂的快感，也就是俗称的黄赌毒，都是犯法的。人为了追求一时的快乐，要冒着坐牢的危险。而如今的这个时代，物质越来越丰富，但是人的精神世界越来越空虚。在未来，如果一个人不懂得修心，一定会越来越迷茫，精神痛苦会越来越多，苦海无边。为什么悟性极高的女孩子很难遇到真爱？因为她们都是上天派来人间体验生活的，只有遇见了同样是天庭派来的大神，才会相爱。他们拥有过人的智慧和慈悲，无法被局限于世俗的条条框框的循环里。他们寻找的已经不是爱情，而是更高层次的灵魂体验，是自由，是超越，是大爱。跟一时的心动和感动相比，他们更向往内心深处的宁静和对自我的超越。尽管他们具有超凡的魅力和气质，但这种魅力给人带来的是一种祥和的感觉，就像一尊菩萨，让人产生敬畏感，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。在人间，为什么有的人明明没有做坏事，命运却是那么坎坷？那是因为他们前世积累的业障太大了，或者是祖上一直没有积德，甚至做了不少有损福报的事，所以他今生的命运一直悲惨。当然，一个人虽然一直在吃苦，但如果他一直在给自己积攒福报，那么等自己的福报可以抵消之前的罪业了，那么就开始享福了。总之，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福报，要为自己积功德。中国人讲要惜福，人皆惜福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对于凡人来说，如果没有外力督促，就会活在自己固有的思维里，或者活在自己的偏见里。叔本华说，世界上最大的监狱是人的思维。如果仔细检查我们过往犯过的那些错误，就会发现绝大多数过失都是我们自己的思维局限带来的。所以人的思维和认知必须保持开放，要随时接纳各种新鲜信息，这就是我们思维的兼容性。凡人成熟的标志就是发现了人间的2套秩序，显性秩序浮在表面，围绕道德展开，人人都知说不做，停留在口号和嘴里；隐性秩序潜在水下，围绕利益展开，人人都只做不说，只应用于实际行动。所谓透过表象看本质，就是只要穿过显性秩序去窥见隐性秩序。所谓看破不说破，指的就是隐性秩序只可被默默使用，但千万不能说出来。显性秩序是一个幌子，是大家互相标榜的口号。你要是完全按照这套秩序行事，必定会一事无成，而且被大家嘲笑。隐性秩序才是本质，你直接用就行了。要是非要把它说穿，就破坏了这2套秩序相辅相成的结构，肯定要受到惩罚。因此，在人间有很多真话是不能说的，你只要说出来，马上就有灾难。佛曰不可说。
那些维度高的人往往都是天上派来的，都能让人特别舒服。高维的人从来不会曲高和寡，也不会恃才傲物，他们是大象无形的，能随时做到上下兼容和左右调和。上下兼容指的是能把自己的维度调整到跟对方平等，然后再展开对话，随时跟不同层次的人同频。左右调和指的是能很快找到对方思考问题的角度，不带任何偏见，甚至能在世俗的对错之间自如切换。他们是不分高低对错的，随时升降，可左可右，没有分别心，没有执念，这就是大象无形。因此维度越高的人越让人舒服。他们大象无形，如春夜的小雨，润物细无声，相处起来让人感到如沐春风般的舒服。让人舒服，一个人最顶级的人格魅力，也是顶级的人生智慧。对于凡人来说，无论多么高维度的人，或者说是成功人士，他最多只能给他一个启示。他们所能直接学到的只是技巧，学不到的才是智慧。技巧是可以传授的，但是智慧是靠自己悟的，没有任何人能直接给他们方法。真正的方法必须靠你自己去悟。每个人的资源不一样，条件不一样，性格特点不一样，每个人都应该找到和自己条件最匹配的协作方式，而不是去模仿别人的成功道路。然而现在社会的绝大部分人都太浮躁了，他们不愿意去思考，只想求到一个明确的答案，然后自己照着做就可以了，懒得自己动脑去思考了。很多人就抓住人性的这种弱点，直接去兜售各种答案。比如短视频中的各种知识大神，各种培训大师，各种实用类书籍等等，都在争先恐后地向我们兜售答案。在人间赚大钱有两大法门，虽然很多人都拥有抽丝剥茧、化繁为简的能力，但他们并不这样干。为什么呢？原因很可悲，这样干赚不到钱。因为这 99% 的巨婴只愿意为极端的情绪和复杂的套路买单，你如果化繁为简，他们反而会觉得你没水平。越是花里胡哨的东西，越能让他们着迷，越容易让他们下单。因此制造焦虑和贩卖技巧永远都是赚大钱的不二法门。有些人看不起流行和庸俗的东西，但流行和庸俗的背后往往是大众需求被满足的最大公约数。能普遍满足大众需求的东西，不管看起来有多肤浅，都是合理的存在，即合理。这是由大众的认知水平和心理状况决定的。越低级的内容越有市场，因为这符合了大部分人的品味。越低级的骗局越有人信的，因为这契合了大部分人的智商。凡人都在无止境地追名逐利，认为财富越多越好，地位越高越好，却不知财富和地位都在透支我们的福报。为什么很多人刚一出名，刚一成功就挂了？因为他的福报被透支完了。当一个人红得发紫的时候，就意味着他的福报全部变现了，人生的尽头已到。大红大紫之日，往往也是大喜大悲之时，能看透这个规律的人寥寥无几。中国人喜欢说一个词叫惜福，就是珍惜新的福报，不要随便消耗它。如果一个人所有福报都变成金钱了，那是很可怕的事，因为接下来任何风吹草动都能搞垮一个人。做人最重要的是积累自己的功德和福报，而且要坚持一点，永远不要让自己的名利超过自己的福报，否则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一直都没遇到让自己很喜欢的人，这是你在人间体验的最高境界。所谓智者不入爱河，真正成熟圆满的人内心就不再匮乏，也往往没有了需求，可以本自具足，可以自得其乐。而那些你很喜欢的人，往往是你内心最欠缺、最向往的一面被填补了，所以你特别的心动，很想去得到。然而你越在意的东西越容易控制你。每个人都喜欢自己够不上的东西，你很喜欢的人往往是你需要垫脚才能够到的，甚至很多人垫脚都够不到。他其实也和你一样，也在追求自己够不上的东西。凡人想看到的并不是真相，也不是真理，而是心灵慰藉。
只要熬各种鸡汤去抚慰那一个个千疮百孔的内心，他们就会离不开你。你如果剖析他们失败的原因，企图唤醒他们，那他们才会对你恨之入骨，因为你打搅了他们的白日梦。我们只需要理解他们的狭隘，然后制造故事和幻想，让他们沉迷，就能大获成功了。凡是让他们感觉不爽的真相，他们会充耳不闻；凡是能让他们产生美好幻想的鸡汤和套路，却可以让他们狂热。凡人最大的认知误区，也是我们最容易犯的一个错，就是我们总是把弱者当好人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偏见。我们可以同情弱者，但千万不要把弱者等同于好人。弱者是客观事实，好人是行为准则，这完全是两码事。其实很多弱者同时也是一个恶人，但是因为弱，他的恶才没有破坏力，才显现不出来。但是一旦这样的人翻身，往往就会变本加厉的使坏。所谓小人得志，就是那些一直在伺机报复社会的弱者，一旦拥有了权力，就会肆无忌惮地凌辱他人，把人性阴暗演绎到淋漓尽致。举个例子，很多业主对保安态度不好，不给他们留一点尊严，这些保安看起来很可怜。但是我们看不到的是，他们转身就会对外卖员和快递员恶语相向，甚至故意为难他们。在人间，你千万不要把自己的伤心事说给别人听，大多数人都是看笑话的。痛苦吗？痛苦也别说，没人会搭理你的痛苦，有些人会以你的痛苦为谈资。鬼有什么可怕的？去看看人心，身边都是戏精，人人一张百变脸。今天你跟别人掏心掏肺，明天一定会后悔的撕心裂肺。世间许多人需要的其实不是实用的忠告，恰恰是充满善意的附和。自古真情留不住，唯有套路得人心。慢慢你会发现，一颗好心永远比不上一张好嘴。高为人留下的5句话，人生实现大逆转。尽管上帝是无辜的，苍天是无辜的，但人们在遭遇不顺或不幸的时候，总是埋怨上帝和苍天的不公平，却忘记了自己的愚昧和不努力。爱的能力也有保质期，非要一切条件都对了才去爱，或许就已经晚了。感情这东西，总在你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过期不候。在光芒万丈之前，我们都要欣然接受眼下的难堪和不易，接受一个人的孤独和偶尔的无助。懂事的人一旦不配合，就被认为没良心；任性的人稍微乖巧一回，就会被夸个不停。当你付出的劳动没有得到金钱和物质上的回报时，一定可以得到等值的精神愉悦。你不是担心没有人爱你，你只是担心没有人用你要的方式爱你。到头来你会发现，没有人能以你想要的方式爱你，除了你自己。为什么乌鸦嘴特别灵验？其实语言也是有能量的，我们的语言就蕴含了一种无形的能量，可以给人力量，也可以伤人。更重要的是，你嘴里说出的每一个字的能量，最后都会回到自己身上，因为那股能量是发自于你，你就是整个能量振波的中心。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6月寒。我说的每一个字，每一个措辞都要心存善意，而这些善意终究会带给我们自己好运。焦虑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，那就是没有尊重世界客观规律。比如说，没有持续锻炼却期望有好身材，没有饮食自律却期待拥有健康，没有长期主义却期待能够躺平，没有刻意练习却期待能出成绩，从不读书思考却期望自己灵魂有趣，从不经营关系却期待别人都爱自己，从不创造价值却期望能直接赚到钱。总之，没有相应的付出却期待超额的回报，有赚1个亿的欲望却只有1天的耐心，结局只会越来越失望，所以越来越焦虑。有句话叫众生为果，菩萨为因。众生每天只盯着结果，而菩萨却在因上努力。真正的高手都是在因上努力，而在果上随缘。在人间，我们当前的人生只是无数个结局的一种，是无法改变的。我们唯一能改变的是自己当下的选择，因为每一个选择都对应一个结局。这样看来，
命运也是可以改变的。人生既可以随时改变，又是都是注定好的，看起来非常矛盾，但又非常符合世界的基本原理，那就是辩证关系，也很符合量子世界的法则，既死又活，既此又彼，既是又非。我们虽然不能靠窥探命运来改变命运，但是我们可以靠当下的选择来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因为每一个选择都是一个岔路口，都通向了另一个结局。选择什么呢？对外是选择做事方式，对内是选择自己的态度。这两件事都是在改变我们的心念。所谓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。心念一转，天地可以互换，乾坤可以倒转。佛陀曾经沉痛地说过，有3种法于诸世间是不可爱，是不光泽，是不可念，是不称意。何者为3？为老、病、死，而老排在第1位。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先生写过一本《低欲望社会》的书籍。也就是说，随着整个社会的逐渐老去，大量社会成员正在对周围的一切丧失兴趣。此时无论物价如何降低，消费无法得到刺激，银行信贷利率一再调低，购房人数依然逐年下降。大多数人不愿意背负房贷或创业失败的风险。而无欲望社会在日本最直观的印象是日本的空房子，正如瘟疫般在蔓延，鬼城越来越多。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可以悲喜自度，而这也是人生最难得的自由。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爱上了自己。当一个人真正爱上自己之后，他就再也无法爱上别人了。要想爱上自己，首先要真正懂自己，懂自己的特别、特长以及使命，懂自己的欲望、愿望，甚至缺点和局限。其次是要对自己好，每一秒都在讨好自己，每一天都在为自己而活。比如，不让外人的评价打扰自己，也不随便让他人闯入自己的生命。这时世界不再有别人，所以才会全然地关注自己，关心自己。于是你跟自己和解了，因为这种中和反应，所以你变得非常平和，没有了情绪、骄傲、极度评判、委屈。现在社交软件平台有一个很大的弊病，你可以很容易拉黑与你持不同立场、不同角度的反驳者，于是你身旁只剩下跟你相同的人。久而久之，你只能听见另一个自己的声音，最终是形成了我才是对的，其他人都是错误的意识。在小圈子里面的同一种看法不断地被肯定，不断地被重复，不断地互相传播，并且排斥异议，最终导致这个圈子里的人视野越来越狭窄，思想越来越偏激，偏见越来越严重。每个人都在证明自己是对的，一旦看到不符合自己口味的事实，大脑就会立刻搜集证据去证明对方是错的，这是人性的基本属性。真正的高手都善于从高维吸收能量。人类有史以来，凡是给世界带来重大贡献的人，基本上都是灵感获得的成就。人类所很多重大发明，往往都来自某一瞬间的灵感。比如乔布斯就有禅宗的经历，他从小就喜爱研究东方神秘主义哲学，禅修不仅让他戒掉了大麻，丢掉了刚愎自用的性格，并让他成了天才。灵感的本质就是刹那间链接了高维能量。这股能量，中国人称为道，瑜伽称为梵，儒家称为人，佛家称为佛性。这是一种融化万物的能量，能和万物和谐与共，不增不减。也是一种可以从无到有的创造力。这生命是光，可自照亦可照人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